美台勾连加剧，直指中国，事态紧急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肖玉华。前不久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中国，在与我国高层会晤时，曾经表态，美国不支持台独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。然而，美国的承诺还没有过几天就翻脸了。根据媒体报道，美国国会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分别通过了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，要求进一步推进美台军事合作。根据流程，接下来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将会集体投票，通过后再由总统拜登签字，这份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就算正式生效。一旦生效，意味着在2024财年，美国将会投入更多的力量武装台湾地区。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支持台独分子以武力对抗中国的国家统一。美国明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历史心结，但是他们仍然执意要武装台湾地区，这摆明了是要挑衅全中国人民。显然，布林肯代替美国政府对我国的公开承诺纯粹是扯淡，他们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与美国也没有什么好讲的，就一句话：放弃幻想，准备战斗。当前发生的种种情况已经让大家看明白了，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，这种矛盾特征是几乎无解的，非得分出一个你死我活才行。所以说，美国现在做战争准备，之所以不断派出高官对我国示好，本质上是美国仍然准备不足，所以呢要拖延时间，同时也是在麻痹中国。有理由相信，一旦美国准备好了，那么在不远的将来，美国很有可能会主动引爆矛盾，中美之争将会全面的爆发。可以预料的是，美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与中国直接开战的准备，这将演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，也就是核战争。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，但以极限思维来考虑，确实有一定的可能性。毕竟当年美国与苏联在古巴就差一点擦枪走火，所以也算有理可循。但另一方面，我还是认为美国会更优先于乌克兰模式。一场俄乌冲突已经让美国政府摸清楚了代理人战争怎么打，只要稍加变化，美国完全可以在台海地区复制一场东亚版的乌克兰危机。美国的如意算盘是，只要美国不亲自下场，就可以避免和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，但仍然可以消耗中国的实力，就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。美国没有亲自出兵，所以俄罗斯的核武器就不能动用，但在常规战场上，有着北约支持下的乌克兰异常坚挺，让俄罗斯陷入不断放血的困境。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我们必须引以为戒，提前做好规划，以更充分的准备去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